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阿迪达斯的实战尖兵米切尔系列的最新一代 Dawn Issue 8。这个首发的蜘蛛侠配色真的有点梦回米切尔1代的感觉，而且这一次阿迪达斯把它标志性的3条杠放在了球鞋的后跟，用了这样一个横向放置的方式。真的帅，不仅外观变帅了，配置也有了全方面的提升，全掌的 Lightstrike 框架，并且在前后掌都给到了我们单独的 Lightstrike Pro 单元，并且这一次阿迪达斯做了一个可以算是违背祖训的改变，就是它的鞋垫，这一次终于不是以前的纸片鞋垫了，改成了这样一副超临界鞋垫。就鞋垫的这一个改变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一个什么评级呢？而在这样一个配置升级的前提下，它在重量的控制方面依旧做得非常棒，单只42码的重量在差不多365克左右，而且因为它的整体重量分布做得比较合理，穿在脚上的实际体感重量十分轻质，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OK， 那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你对这一双鞋还挺感兴趣，接下来就跟着当子的节奏，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一双米切尔8代。首先我要说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介意的点，就是这一次这双米切尔8代跟耐克近几年的篮球鞋一样，都用了这样一个尖头的造型。如果这一点是你完全无法忍受的，那你就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鞋款了，直接关闭视频就行。但是因为它的鞋楦宽度适中，并且它鞋头处的鞋面材质也是这种偏软的热熔，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尖鞋头不至于像耐克一样那么夸张，所以在穿着实战的过程中，它并不会对我们的大脚趾产生过多的挤压。当然宽脚的兄弟们尽量还是慎选，我知道这一种尖鞋头对于宽脚的兄弟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存在。如果你是宽脚，那它一定会压迫你的大脚趾，你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个鞋款。这双鞋就是给正常脚型准备的一个鞋款，没错，只有正常脚型才能在这双鞋身上得到比较出色的包裹锁定。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在初上脚的时候，它确实能给到我非常棒的包裹体验，不管是静态包裹还是动态锁定都非常出色，除了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鞋带勒脚问题之外，其他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但是在磨合开了之后，内部填充会明显变薄，前掌的空间会逐渐变大，在完全磨合开了之后，它前掌的锁定就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变得没那么好了。注意我的用词是没那么好，还算是差强人意。因为鞋面所使用的热熔材质偏软，加上球鞋侧面的中底橡胶上翻没有做得特别高，所以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双脚在鞋内位移的感觉。但是鞋面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兜住脚的，可以支持我们去打一些高强度的对抗，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只是相比我最喜欢的米切尔6代，它在鞋面强度和动态锁定方面确实会稍微差点意思，而且因为它的鞋面填充做得比较厚实，透气性也并不是特别出色，不过肯定会比上一代那种太空棉材质要好很多，夏天穿还算可以接受。那作为阿迪达斯的篮球鞋，大家一定会比较担心这一次的米切尔8代还会不会掉跟呢？放心，完全不会，即使是第一次穿也完全不会有任何掉跟的感觉。这一次的米切尔8代在后跟给到了我们2个超级大的小枕头，能很好的锁住我们的跟骨，还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在实战的过程中，脚踝处的鞋面能一直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脚踝，这种极致的后跟锁定在阿迪达斯的篮球鞋当中真的不多见，体验非常棒。而它的中底这一代身上变化最大的这一个地方，相比上一代给到我们实际体感上的改变，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当然中底配置的提升，尤其是鞋垫的变化，让它的静态脚感有了大幅度提升，不同于之前可能需要我们稍微穿一会儿才能感觉到它中底的脚感。这一次的米切尔8代，它的中底完全不需要磨合，一上脚我们就能直接感觉到它中底的柔软。不过在动态情况下，它的整体表现就跟上一代没什么太大区别了，中底的重心控制的还算不错，是一个偏向于锋线鞋的高度，并且它的反应性表现依旧非常棒，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有任何泄力感。而且这一次它的后掌也有了 Lightstrike Pro， 所以它的中底缓震以及中底衰减都会比以往几代要来的更加出色。我19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几乎感觉不到震脚。不过我大概率估计它前后掌的这2块 Lightstrike Pro 的厚度并不会特别厚，所以它中底的弹性以及在发力蹬地时，它中底所能给到我们的回弹，远没有之前我测试过的那双 Crazy Energy Plus 来的让人印象深刻。
了。它的中底体验确实会比上一代要好一些，但是区别不会特别大。区别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后跟的衰减。Light Strike 大家也都知道衰减会比较快，而这一次的米切尔8代在后掌加入了一块 Light Strike Pro 之后，米切尔近2代身上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个点就完美解决了。如果你就是因为它衰减快而没有尝试过这一个系列，那这一代我相信它会让你满意。而前2代一直比较突出的优点，像是刚性啊、稳定性啊，在这一代身上也依旧优秀。球鞋中段的大面积异形 TPU 能够很好的提供给我们足够出色的中底抗性，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态，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而且这一代的外底一如既往的平整且宽大，穿它打球脚底下就非常安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并且因为这一代使用了这种略微有一点尖头的造型，这种造型的篮球鞋我在很久之前的测评当中就说过，只要你穿上它的时候不会有脚趾部位的不适感，那它所能带来的正面作用就一定会大于负面。而且这一类主打稳定的篮球鞋这种外底平整且宽大的篮球鞋，想要有更加出色的灵活性表现，想要更好的变相体验，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收窄它内侧区域的面积，在突破的时候前掌的阻力明显会更小，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它的前掌弯折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现在各大品牌都希望把自家的篮球鞋做得又稳定又灵活，我们大多国产品牌的做法就是把外底造型做窄，把两侧的弧度做得尽可能的激进，再把中底做得尽可能的贴地，这种做法就是主打灵活的一个做法。而耐克和阿迪则使用的是把这种传统的偏向于稳定的篮球鞋，把它们鞋头内侧的外底面积做出一定的收缩，用这种方法来提升造型偏向于传统的篮球鞋的弯折表现。这种做法则是主打的稳定，在稳定的同时尽可能的给到我们更好的灵活性表现以及变相体验。我没法说这两种做法哪一种会更好，只是他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运动表现，那就选前者；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可靠、更稳定的穿着体验，那耐克、阿迪的篮球鞋会更加适合你。而至于它的跑跳体验跟上一代没什么太大区别，中底的过渡依旧非常丝滑，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从后掌过渡到前掌都不会有任何断层的感觉。但是因为它的外底造型比较平整，所以整一个中底的滚动表现会比较平庸，在蓄力起跳的时候，中底的反馈也不会特别的澎湃。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好的运动表现加成，那它一定不会是你的菜。抓地仍旧是它的一个优势项目，这一次它的外底在前后掌都用了2组同心圆来作为它的外底纹路，毕竟8代嘛，用这样的一个8字来作为外底纹路非常合理。不过这一代的外底纹路稍微做的密集了一些，在吸灰控制方面会有所下降。在干净的场地上，它的止滑效果确实非常棒，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经常用手去擦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了。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要考虑清楚，按照大家自己平时打球的场地仔细斟酌一下。当然打外场我依旧不推荐，它的外底纹路又细又软，都别说打水泥地了，塑胶地都坚持不了太久，大家就老老实实的穿它去打室内的木地板就完事儿了。米切尔8代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全系最佳的外观加上出色的实战体验。如果它的价格还能跟前几代一样降到300-400的这样一个价位段，那它一定会是一个爆款产品。如果将来它的价格真的能够降到400以内，我建议所有对尖头造型不反感的兄弟们都可以去买一双试一试。虽然它的实战性能我觉得没有6代来的那么的出众，但是它会比6代更加的全面，也会更加好驾驭。这双鞋是一双没有明确适配人群的这样一个鞋款，因为它从1号位到5号位，不管你什么打法，它都能够适配。但是如果你明确了解自己对于球鞋的喜好，你就是想要更加出色的运动表现加成，那它确实没有办法满足你。除此之外，只要你喜欢它的外观，只要你对它的尖头造型并不反感，你就可以购买它。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